你喜欢吃鱼子酱吗？这个穷人家的小孩偷吃了一口富豪家的鱼子酱，竟惊奇地发现，天哪！居然跟屎一样难吃。年过半十的他顿时领悟了人间真理，富人们所谓的高端食物，不过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。只要有名气，他们连屎都能吃得津津有味。多年以后，男孩凭借精湛的厨艺，成为了顶级厨师，在上流社会声名鹊起。富豪们为了能吃上他做的饭菜，不惜一掷千金，而他也将儿时领悟的真谛贯彻始终，玩弄富豪们于股掌之中，令其丑态百出。然而他的野心还不止如此，他想将自己的理念传承下去，永无止境地报复世上的富人。为此，他急需一名合格的弟子。与此同时，不起眼的路边小店里人声鼎沸，而高考作弊失败后弃暗投明的翠花，此时正在灶台前娴熟地颠着锅。经她之手做出来的饭菜色香味俱全，顾客们个个狼吞虎咽。转眼间，翠花又做好了一盘招牌炒河粉。小帅挑起一勺子，先是闻了闻，送进口中的瞬间就被这美味征服。他二话不说走到翠花面前，递上了一张名片，希望她来自己的餐厅工作，不要埋没了自己的才华。忙着炒菜的翠花根本没空搭理他，可看着小帅半天都赖着不走，翠花还是勉为其难地收下了名片。晚上下班后，他好奇地上网搜索了名片上的餐厅，没想到这竟是一家举世闻名的5星级餐厅，连座位都要提前1年预约。能在这家餐厅用餐，堪称是无上的荣耀。而这家餐厅的主厨就是那个偷吃鱼子酱的小男孩。看着他和众多社会名流的合影，翠花的自卑感油然而生。这样的高档餐厅怎么会要自己这种路边厨娘呢？结果第二天一早，一辆豪车就停在了店门口，来接自己的正是昨天给自己名片的小帅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翠花还是上了车。小帅将她带到了一个无比豪华的厨房，各种厨具调料一应俱全，光是这个灶台就让翠花惊叹不已，更不用说这一排明晃晃的高级刀具了。翠花看入了迷，仔细地欣赏着刀身的每一个角落。突然一声呵斥从身后传来，王龙流你。紧接着一群男人将他团团围住。你พามาสอบครับนะ。一听还要面试，自知没戏的翠花当场走人，不料转头就撞见了传说中的主厨，自己崇拜的偶像近在眼前。翠花最终还是决定留下。主厨随即说出了今天的面试题目：ข้าวผัด。自信哥轻蔑一笑，自己可是留学归来的高级厨师，炒个饭简直易如反掌。说着就挑起了各种高级食材和厨具，还顺便嘲讽翠花选择的大铁锅。接着自信哥又盛了一碗刚煮熟的米饭，而翠花则是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盒隔夜的冷饭。光是看到这一步，大家就应该知道结局了。自信哥化开黄油，小心翼翼地铺上大虾，而翠花只挑了2个公鸡蛋。起锅烧油，直接就打进了锅里，随即倒入冷饭，猛火快炒，典型的路边摊速炒法。自信哥这边煎好了大虾，放入蔬菜丁，再将米饭放进去，小心翻炒，不让食材洒落锅外。反观翠花这边，剧烈的颠勺让米饭洒满了灶台。不一会，2碗风格迥异的炒饭就上了桌。自信哥的炒饭配餐丰富，油润透亮，而翠花的炒饭朴实无华，甚至看着有些干巴。如果是你会选哪一盘呢？然而主厨只是舀了一勺翠花的炒饭，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就让自信哥当场滚蛋。回过头来又问翠花，你为什么要来我这工作？翠花思索片刻回答道，要พิเศษกว่าคนทั่วไป。主厨没有回应，只是默默走到翠花身边，闻了闻她身上的味道。กลิ่นควันจากร้านผัดซีอิ๊วของเธอไม่เหมาะกับที่นี่。深感羞愧的翠花对着自己一顿暴搓，她不仅想洗掉身上的炒河粉味，更想洗掉自己卑微的人生，从此脱胎换骨。没想到这边刚洗漱完，主厨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只见他拿出一块极品和牛，用刀切下厚厚的薄片。他只示范了这一遍，就要求翠花立刻上手。面对如此昂贵的食材，翠花格外的紧张，生怕自己浪费了它。果然还没下刀就被主厨呵斥，拿ไป。他小心翼翼地调整了刀位，主厨却还是觉得太厚，好不容易切下一块，却被主厨像垃圾一样丢开，让他重新再切。这让本就紧张的翠花动作更加胆小谨慎，看上去就像在用锯子一样。主厨顿时火冒三丈，กูบอกว่าอย่าเลื่อย。尽管深感委屈，但为了出人头地，翠花还是选择了咬牙坚持。好不容易切好了肉，主厨又是没教任何技巧，就让他立马开炒。炒惯了河粉的翠花刚下锅就把牛肉炒老了，主厨见状直接一把抢过来倒掉。ทำไม？翠花只好照做，可结果依旧不行。就这样炒了无数次，还是没能达到主厨的要求，气得他直接将一筐废肉倒进了锅里。กูจ้างมึงมาเพื่อมาผัดสิ่งนี้
ถ้าทำไม่ได้ก็ไม่ควร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ี้主厨抛下狠话，便转身扬长而去。翠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，她一气之下打算一走了之，却又不甘心回到那个不起眼的路边小摊，从此平庸地过完一生。于是她一咬牙，又返回了厨房，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让主厨闭嘴的炒肉来。于是起锅烧油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炒肉的步骤。她相信，只要自己不断尝试，终究会获得成功。直到同事们纷纷下班离开，翠花还在厨房里面苦练，就是不知道主厨会不会心疼。รู้ไหมเนยชิ้นเท่าไหร่第二天一大早，前来上班的同事惊奇地发现，翠花竟然练了一夜都没有回家。一见到主厨，翠花的眼神立马凶恶起来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翠花二话不说，拿起一片牛肉，展示了练习一晚上的成果。这回她连锅铲都不用，光靠颠勺就炒出了一片完美的牛肉。主厨拿起来尝了尝，并没有说话，而是转身让大火开工。很明显，翠花成功了。看着自己满手的烫伤，翠花终于露出了笑容。然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，很快主厨就带翠花参加了一场富豪的宴会，而她刚学会的炒牛肉就要在此刻当众表演。面对富豪们一双双期待的眼睛，翠花不由得紧张起来。她调整好心态，将牛肉下入锅中，一个完美的颠勺翻出绚烂的火光，令在场的富豪们惊叹不已，纷纷为翠花鼓起掌来。这让翠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。接着，小帅将炒熟的牛肉和带血的生牛肉放在一起，卷成肉卷，最后由主厨亲自操刀切成小段，拉上一坨血红的酱汁，再插上一朵路边捡来的野花，大功告成。富豪们为了吃上这一盘菜，不知期盼了多久。他们顾不得自己的吃相，迫不及待地将肉卷塞入口中，猩红的酱汁挂在嘴角，仿佛如毛饮血的野兽，连手指上的酱汁也不放过，甚至抱着盘子就开始舔舐起来。看着富豪们狼狈的样子，主厨羞辱他们的目的已经达成了。而翠花并不理解主厨的用意，她还沉浸在自己的作品获得赞赏的喜悦中。翠花本以为从此将得到主厨的重用，没想到回去之后，主厨却对她视若无睹。即便翠花主动上前询问，主厨对她也是爱答不理。เราเชฟได้หนูทำอะไรอ่ะล้างจานถูพื้นยกหม้อเอาขยะไปเท翠花一听就不乐意了，自己好歹也是个厨师，怎么能干这种小事？主厨一听，当场怒斥翠花除了会炒个牛肉，其他啥也不是，说着就让她切个菜证明自己。翠花不屑地切起了甘蓝，然而主厨却觉得她速度太慢，不停地让她加速。เร็วขึ้นอีกเร็วอีก赌气的翠花终于还是切到了自己的手指。นอกจากผัดเธอยังทำอะไร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ลยสักอย่าง主厨再次抛下狠话，扬长而去。翠花也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。偶然间，她听到同事们的谈论。ตราบใดถ้าเรา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เป็นเจ้าของมีพวกเราก็เป็นได้แค่ตัวประกอบฉาก翠花恍然大悟，如果自己没有无可替代的理由，那么这辈子都将是刷锅洗地的打工仔。翠花于是开始偷偷研发菜品，她先是拿给家里人品尝，得到认可后，再拿给同事们试吃。没想到这一幕刚好被主厨撞见，还好主厨的注意被偷偷抽烟的同事吸引了。要知道，在厨房里抽烟可是大忌，主厨直接将他按到锅边，把混着烟灰的热汤强行灌进他的嘴里。同事们看在眼里，也只是敢怒不敢言。这一天，主厨受聘到一名富豪家中烹饪，可到了地方，翠花惊讶地发现，这一家又窄又小，一点也不像富豪该住的样子。男主人面容憔悴，写满了忧愁。由于小女孩对海鲜过敏，主厨刻意吩咐厨房不要在汤里添加任何海鲜，可负责做汤的人还是偷偷往汤里放了虾仁。好在上桌前，主厨察觉到了问题，尝了一口就立马倒掉，随即赶忙准备重新做一锅。可浓郁的高汤怎么可能瞬间熬成？主厨灵机一动，竟直接接了一锅自来水，把配菜渣倒进锅中，又跑进仓库内找了半天，拿出几包快过期的方便面，将里面的调味包通通倒了进去，稍微搅拌了几下就准备上菜了，还给这道汤取了个高雅的名字——เรื่องฟองคอนซูเม่ซุป。没想到客人品尝后丝毫没有尝出问题，反而还是一脸的享受。一通操作给翠花都看呆了，她这才明白，富人们根本不在乎食物好不好吃，他们在乎的是用这一餐来炫耀自己富裕的生活和高尚的品味。几天后，翠花这边还在刷新世界观，却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家三口的死讯。
原来男主人本是地产大亨，因为做生意失败破了产，欠下了巨额债务无力偿还，于是狠心将妻女射杀后饮弹自尽。临死前，他用掉了最后的积蓄，想让家人品尝这昂贵的美味，可主厨却用泡面调料糊弄他们，这让知道真相的翠花难以接受。主厨在他心中的偶像地位也从此崩塌。没想到主厨的底线还远不如此。不久后举办的一场狩猎晚宴，富豪们明目张胆地猎杀起了保护动物，而主厨非但不抵制，还将其做成了美味佳肴。忍无可忍的翠花当场辞了职，可偏偏此时父亲突发恶疾，巨额的手术费让翠花难以承受。万念俱灰时，突然有投资人送来了橄榄枝。原来投资人看中了翠花的能力，想借她之手将主厨踩在脚下，打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名厨。他不仅为翠花开了一家新餐厅，还让她担任主厨，带领属于自己的团队。他因此有了更多时间研究菜品，很快就打造出一份属于自己的菜单。然而投资人却觉得这些菜过于平庸，不够吸引眼球，这样是绝对打败不了声名在外的主厨的。翠花不服输的特性再次发动，一想到大厨曾经对自己的尖酸刻薄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是要将这一切的屈辱都还给大厨。滚烫的铁锅伴着炽热的火焰，映照着他坚毅的面孔，没日没夜的精益求精，让他不知不觉也活成了主厨的样子。他也开始动不动就对员工大发雷霆，甚至差点毁了自己的厨房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翠花终于成功创造出自己的特色菜单。在投资人的包装下，翠花顿时声名鹊起，成为了火热的网红厨娘。众多富豪蜂拥而至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追赶潮流的机会。投资人见状，当即决定乘胜追击，公开向主厨宣战，在下周的富豪生日晚宴上一决胜负。宴会当天，翠花和前主厨分庭抗礼，准备举行一场厨艺较量。翠花率先出击，铁锅一下，小鱼一煎，打上肥皂泡泡，2吨重的外星蟹文火慢炖，2米长的小龙虾针灸火烤，插上吃剩下的薯片，一通精美的摆盘后，一道海鲜套餐便大功告成。接着就是学主厨取一个响亮的名字。ชัยชนะของคลื่นลูกใหม่。贵妇只是尝了一口，就被海鲜的鲜美折服，所有人都沉醉在翠花的美食中。正当翠花觉得胜券在握之时，灯光突然熄灭，一条刚脱了衣服的公牛从天而降。主厨拿着40米长的大刀帅气亮相，对着公牛就是一顿乱砍，随即抹上精油，再撒2把不要钱的孜然粉，最后点燃大火。一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烤牛盛宴顿时吸引了贵妇的目光。主厨割下第一块牛肉，亲自放进贵妇嘴里。对贵妇来说，这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，而对主厨来说，这跟喂狗没什么区别。面对如此重量级的大餐，翠花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。一刹那，她回想起了自己的老本行，架起锅炒起了自己最拿手的炒河粉。往日和家人们的美好回忆如同走马灯一般在翠花眼前重现。一般出现这种画面，基本可以宣告翠花赢定了。而富豪们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点，每个人都被这朴实无华的美味所征服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翠花露出了笑容，毕竟好吃才是王道。没想到主厨这边使用了同样的招数，他不慌不忙地倒出一碗碗清汤。翠花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因为他知道这就是当初的那锅泡面汤。主厨这样做就是为了羞辱自己。不明真相的富豪们也果然如获至宝，这碗泡面汤就像人间珍馐一般。主厨只用1包泡面调料，又给翠花狠狠地上了一课。不管你的菜做得有多好吃，没有名气的加持，就永远不可能赢过别人。因为这些富豪根本不在乎味道，而是这道菜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名气和地位的象征。正当主厨洋洋得意之时，几个警察突然闯了进来，二话不说就要逮捕主厨。原来是投资人联合了小帅，将主厨烹饪保护动物的视频公之于众，当做了扳倒主厨的杀招。看到主厨被警察带走，翠花不但没有开心，反而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自己不但胜之不武，反而还成为了投资人博眼球的赚钱工具。他受够了上流社会的勾心斗角，决心做回真实的自己。他再次回到自己小小的路边摊，和家人幸福地拥抱在了一起。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，家人们的爱和关怀才是永远纯真透明的。翠花拿起了熟悉的铁锅，炒起了熟悉的河粉。这个结局似乎就像天才枪手那般的不尽人意，我们的女主可谓是殊途同归了。对于这个结局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这里是北仑讲电影，我们下部电影再见。